就是什么是电影作曲，什么是电视剧作曲，什么是游戏作曲，大家这之中的区别又是什么？导演一旦犹豫不前，他不知道怎么好，他可能就会给你这个很多这种指令，然后让你摸不着头脑。因为 AI 的这种发展已经是那种让很多行业都瑟瑟发抖。那么你觉得对你可能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吗？我在里边藏了一首，我还在片尾字幕写上了，这段出自圣桑的《动物狂欢节》。And this I dreamt, and this I dreamed.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色岛，我是大熊安林。今天呢，有一个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电影的作曲家刘涛然后他也是做过我们可能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电影《无问西东》和《拯救嫌疑人》等这样的国产电影，以及电视剧《新世界》，还有耳熟能详的大家游戏《王者荣耀》的作曲家刘涛那让刘涛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王者荣耀就别那啥了，就做了一点，做了2首皮肤音乐。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比较好奇，就是什么是电影作曲，什么是电视剧作曲，什么是游戏作曲，大家这之中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分别都能起到在这些不同的领域都分别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或者说电影作曲是怎么产生的呢？等等这一切的疑问吧，我们今天就跟随咱们的作曲家刘涛，然后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是电影作曲呢？它跟电视剧配乐啊，或者跟这个游戏配乐啊，有什么相似或者区别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在今天的电影和电视剧，在我看来，它对这个音乐的应用方式应该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无非就是一个，我觉得如果要说有区别的话，也就是一个成本上的区别。就是电影的话，往往就是成本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它就是比较集中一些，就是能用更多的预算来做同样长度的音乐吧。然后这个电视呢，历史上可能觉得电视对音乐的要求不像电影这么高，对吧？这可能觉得电视剧音乐可能就是要求低一些，但是在今天这个也完全不是这个情况了，因为今天的电视它这个尤其像那个什么 Apple TV 啊，什么 Netflix， 它对这个声音的要求一点也不低，它的混音的要求也要求是环绕声的，也要求是 Atmos 的，它和这个以前的现在电影院都没有要求必须 Atmos， 现在这个电视剧像网剧的要求都这么高，所以说我感觉它首先从这个技术层面来讲啊，它是完全不会比这个电影要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电影和电视它在音乐的，它从技术上讲这个没什么大区别，从功能上讲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因为它无非就是一个辅助叙事的功能嘛，它或者是怎么说呢，用比较学术一点的说法，它有一个3大类的功能嘛，什么物理功能，什么结构功能，还有设定功能等等，什么意思？你能就是说，比如说物理功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某些片子，比如说举个例子，波斯王子，你还没看到画面，你可能就会先听到一段波斯的音乐，对吧？这就是把你带到了那个中东，带到了波斯那个地方。这就是物理功能，物理功能其中的一个叫设定背景的一个功能，设定文化背景和地理背景。然后或者是一段你打架的时候，噼里啪啦的，我这个音乐也跟着很紧张，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增强这个紧张感的一个功能，对吧？这也算是一种物理功能嘛。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情绪功能了。你比如说这个人在画面上愁眉苦脸的那个样子，对吧？但是呢，其实观众并不知道这时候该怎么感觉。你如果要是尤其是在一些这个没有一些这个上下文这个情况下，你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呢？音乐这时候比如说我来一段这个比较悲伤的，观众知道这个人现在很悲伤，那是啥告诉他呢？就音乐告诉他的。就是说这个
如果是让角色说，哎呀，我现在好悲伤啊，这不是特别傻吗？用音乐来告诉，一段悲伤的音乐，观众知道，哦，这个人很悲伤，放大情绪。对，情绪功能。还有所谓的结构功能呢，就是说，比如说星球大战，这是结构功能非常明显的。每次这个谁 ，Princess Leia， 只要他一出来，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滴，他的主题就跟着出来了。甚至是这个角色没出来，这个主题一出来，你就知道哦，这个事儿跟 Princess Leia 有关。这就是它的一个结构上的功能。分这么三大类吧，这个其实在电视剧里也有这个功能啊。这个起码我认为，就从这个叙事的表现上来讲，从艺术表现上来讲，这个电影音乐和电视剧音乐应该是没什么区别的，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那问题就来了，那我们现在人去影院，然后买了票，买了冲着一个音箱效果叫 Almost 杜比这样的东西去，难道和在家里面就没有区别吗？我觉得这个区别是越来越小，但是还是有的。因为声音这个东西它不像是画面，我觉得它这个当然画面了和声音它有相似的地方，就在于它需要一个物理空间。你比如说你不可能在家安一个 IMAX 对吧，它5层楼的这么一个屏幕，那你这是多大的一个豪宅才能装得下。声音也一样，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大的空间的话，你这个音箱的质量再好，你是无法表现出来的。你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声音的波长它就在哪儿，你比如说一个20赫兹的一个声音，它的波长可能就是7米长。不是7米长，可能得20多米长，一个，但是我们平常用7米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1/4波长，你至少得有这么长才能听到那个声音，才能感受到那个声音。所以你去电影院的话，你还无论你家里的这个音箱的这个品质多好，你还是没有电影院的那种感觉的。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觉得观影嘛，有人认为它是一个集体行为，就是说你和一大堆人一块看电影，你和你自己别在家里看还是不一样的。你有互相感染的。对，我觉得这是今天这个去电影院的价值。了解。那详细来说，什么是 Atmos？ 可能很多观众就买票的时候说有那个杜比 Theater， 那什么是杜比 Theater？ 然后什么7.1，什么5.1，还有什么几点几？对，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比较技术的问题，我可能不能解释的比较权威啊。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它这个以前的电影拿5.1呢很好理解的嘛，就是有5个声道。然后再加上一个低音声道，所谓的5.1嘛。那5呢就是左中右、左后环、右后环和低音。低音它叫 LFE Low Frequency Effect， 就是说低频效果。它和那个我们家里边平常用的那个所谓的低频管理叫 Bass Management 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一般家里用低音炮呢，它就是因为它的主喇叭延伸不到这么低，它所以说用低音炮帮它一下。这是一般家里用低音炮的这个作用。电影院的那个低音呢，它就是辅助给你一个低音的效果。其实它的左中右完全是全频段的，就它已经足够给你这个全部的声音信息。只不过呢，它的这个低音它并不是专门用来放低音的一个设备，所以说呢，它要用一个专门的低音 LFE 通道来给你这个加强这种低频的冲击感。这是好像我不知道这个确切的历史啊，可能是真是从星球大战开始的。这个格式好像是 Skywalker Sound， 就是斯皮尔伯格的那个公司他发明的。这个我不太确定，可能是这样啊，70年代的时候。然后后来呢，随着电影院的这个面积的增大，这个大家觉得5.1声道好像就是对坐在比较靠近中间或者是后面比较偏的观众，可能他体验不太好，因为他可能离某一个声道比较近，他听的那个声道比较多，所以说呢，增加了一些声道，增加到7.1呢，这个定位就更好一些。然后 7.1 又是增加了哪几个？ 7.1 又增加了一个左后和右后，比这个 5.1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5.1 是左中右、左环右环，然后低音。然后 7.1 又加了个左后右后，然后有的还有 9.1 又加了一个什么左中右中可能之类的，反正这种比较长这种格式呢，它就统一性就不太高了。然后今天的这个所谓的 Dolby Atmos 呢，它就是打破了这个声道的概念，它就是在整个电影院里遍布了左边墙上、右边墙上、前面这个屏幕后面，然后还有房顶上面，对，房顶上有好多的那个声道，可能最多的比较大的影厅可能有多少60多个声道有可能。然后
你在做这个后期的时候呢，你给这个混音师，你要是让他去管理60多个声道的话，他就不太现实，对吧？对，他一个，他就光搞这些技术问题，他就没法弄了。是啊，所以说呢，杜比就用了一个办法，就是弄一个解码器，就是把这个声音呢从一个声道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叫对象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一个对象放到空间中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它会自动给你算哪个声道应该放什么声音，然后根据不同的影院它的声道分布来给你算出来这个应该怎么放怎么回放。这就是它的这个里边的一些这个杜比实验室的一些科研人员他们搞的事情了。所以说除了杜比还有其他公司在做。对，这种所谓的这种沉浸式声音吧，我知道的至少还有一个叫 Aural 3D 的，好像是欧洲的嘛。看，对，好像有印象。对 Aural 它和这个 Atmos 它不一样的地方，它是分3层，它是分这个好像是中层、高层，还有什么中高之类的。这个具体的技术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去体验过，这个效果也非常棒。只不过呢，就是杜比可能它市场占有率比较大，所以说大家比较认可它。那作为作曲家来说的话，这种创新或者这种功能，或者这种喇叭的变多，会给你的创作增加更多的广度吗？或者增加更多的创造力？会的。一般这个作曲的时候呢，考虑这种问题会考虑，但是不会特别多。更多的是在混音的阶段。就是在混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某些元素，混音师可以决定它，比如说放在某个地方，甚至是在电影混音师。我们知道这个混音的分为2步嘛。我们作曲做完了以后，录完音以后，是要交给一个叫做音乐混音师的一个人，他去把这个先把音乐混在一块儿，然后呢混在一块儿呢，他一般会分为大概是5个到10个，甚至是有的时候更多，个10个 layer， 分为这么多 layer。然后呢，提交到这个电影的中混棚，然后呢，还有个电影的混音师，电影的混音师负责就是把所有的对白啊、音效啊，还有音乐啊，所有的声音混在一块儿，这是他的工作。那一般呢，把这个音乐和其他的东西转换为 Atmos 是在电影混音的这一步来做的，并不是在这个音乐混音。当然有时候呢，你比如说什么 Live Pi 这种，当时那个杜比 Atmos 这个格式刚出来，当时那个作曲家 Michael Dana 他也设计了一下，他也是用杜比 Atmos 来混了一下音乐。也有一定的效果吧，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能注意到啊，就是在刚开始那种开场的时候，那不是拍各种动物嘛，然后有一个小鹿跳过去，然后呢，随着这个小鹿跳过去呢，有一声竖琴，噔，就从上面跟着这个小鹿就过去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设计，就是说他如果要是有这样的设计的话，是有必要把音乐也混成 Atmos 格式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今天的这个，即便是最大的这种大片也不会说是在音乐阶段就混成 Atmos， 还是音乐阶段就混成 7.1， 然后由电影混音师把它转成 Atmos。所以你刚才说第一步还不是直接给电影混音师，是要把你作曲的东西给音乐混音师。对，也是的，跟什么结尾曲或者中间的插曲，然后那还是另外的，那些还没有关系。对，就是所有的这个作曲做的音乐。专门有一个混音师，专门有一个电影音乐混音师。往往呢，这个电影音乐混音师和这个电影音乐录音师是同一个人。就是我们做完曲子以后啊，比如说这个写成谱子了，找了个乐队过来，对吧？然后乐队录音的时候得有一个主录音师，这个录音师呢来决定这个，比如说乐队比如说100个人的乐队，然后需要用几支麦克风，可能得需要好几十支麦克风，每个支麦克风用什么型号的，怎么摆，然后怎么录。这个都是音乐录音师来管，然后往往呢，音乐录音师还负责音乐混音，因为是他录的嘛，他这些素材他最熟悉，他最后把这些所有的素材整理起来，然后把它混录一下，那他混成一个音乐。他录音的时候，这个摆放也好，或者混音的时候，具体的操作也好，这个会再返回来跟作曲家去商量吗？还是这完全就是他的？因为这个工作比较技术，所以说作曲一般不太过问，除非是他有比较特殊的要求。你比如说我这个片子，比如说就是个小文艺片，对吧？我们就
我就可以跟工程师讨论一下，我们一般把混音师叫工程师嘛，跟工程师讨论一下，说我们这个片子它需要的声音并不是那种宏大的交响曲，而是一个听起来比较近的，对吧？比较小的一个小乐队。那这时候那个工程师可能就考虑，那我们可能首先就可以跟作曲建议嘛，这个乐队人数可能不需要这么多，要是弦乐可能就30个人就够了，可能就不需要用50个人的乐队。然后呢，那个屋子我们也不要用太大的，因为那个屋子越大吧，它的混响就越长，它空间感就越大嘛。你就很难录出这种比较亲密的、比较小的那种效果。就这种技术问题，就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导演和摄影指导之间的关系。对吧？明白了。一样吗？就可能类似吧，你是不可能完全一样，对吧？了解。好，那你说的这么繁杂的这套程序，在做电视剧和游戏的时候也是这个流程？那当然也是了，当然，还是那句话嘛，有时候电视和游戏没有这么大预算，它可能不会像这种院线电影这样，它有这么大的精力和这么多这个人手来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可能它就会削减一些，尤其是游戏。你比如说，如果是小成本游戏的话，它可能根本都连录音的预算都没有，它就在电脑里做一做也就得了。那这个电影作曲跟其他的音乐类型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吗？比如说我们说像 post rock 摇滚乐的那种纯器乐的，或者跟那种管弦乐队，或者说跟那个电子乐，我们都知道电子乐现在做的也越来越像交响曲了嘛。对，你觉得这个电影作曲的这个特点啊，然后这个就是或者是跟这些东西，你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我觉着你要是从技术上来讲，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说他反正都是做音乐嘛，他需要的东西都是那些东西。我们经常出去和这个一些 song producer 聊天，他们就用的设备和我们的设备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不同在于，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它首先它一个自身结构的不同，就是歌曲呢，它要求它自身的一个完整性，因为它要不依赖其他东西嘛，它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说呢，它就要更多的考虑它自己的自身的结构。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歌曲，通俗歌曲，它可能还是以这种2部结构为主 ，A 部分和 B 部分，对吧？一个 verse， 一个 chorus， 对吧？我们叫一个主歌，一个副歌，然后呢，再加一些其他的这个什么 bridge 呀，什么中间的插部呀，什么引子呀、结尾啊，反正大部分嘛，当然也有很多例外的例子啊，但是大部分都是以这种2部曲式，对吧？为主要结构，然后包括是一些那个古典音乐作品，它也有它自己结构，什么也是什么2部曲式啊、3部曲式啊、回旋曲式啊、奏鸣曲式啊，对吧？它是有自己的结构安排。电影音乐呢，它就是更多的是以往往呢，它都是画面先确定下来，我们去做音乐，所以说呢，这个电影音乐的结构要去跟画面契合，所以说它就不能就不太容易去自由的安排结构。当然，我们也会在做某一段曲子的时候，也会尽量的去讲究这个一段音乐内的这个结构的自洽性啊。但是还是要受限制于画面。所以我感觉就是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因为它有个画面在那儿嘛。我们要和它配合嘛。对，这个作为我自己做导演的也知道，就是我们都是定剪之后，就这个剪辑，一帧都不能再动了，对，会同时发给做声音的、做音乐的，大家一起同一时刻去做，根据这个给出的画面，是，对，所以说就一般是给了画面以后才会做这个音乐。对，唯一的例外呢，就是可能就是你片子里需要唱歌，那是个歌舞片，那这个歌必须得先有，对吧？不然的话你没法拍。或者是要跳舞，对吧？这个或者是有些场景呢，它这个是以音乐为结构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刚看了一个片子，是那个叫什么 The Babylon。Babylon 那个片子它不就是有一段很长的音乐，然后一镜到底嘛，一会儿看这个人，一会儿看那个人，一会儿又拍一下乐手。那一段我估计80%是音乐先做好，然后他根据这个音乐来设计镜头的。这是一些特殊情况了。就是音乐比较重要的情况下，音乐可能可以先做一些。那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吧？常规的。
像你刚才说的。那一般来说是导演要跟你合作的话，他会先把自己的一个印象，假如说会把，我知道有些大导演是会把什么一个他想象中可能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或者说他剪辑的时候就已经放上去的一个曲子，先放上去，对，然后给你做参考，然后但有些又不会用，是吗？对，也有不会用的，这其实这个因人而异，这个导演的这个习惯都是差别很大的，但是呢，往往导演到了音乐这个环节都会比较紧张，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东西不好描述，他抽象对啊，你想描述一段音乐，你就是很难描述嘛，然后再加上大多数导演本身他就没有很多的这个在音乐方面的这个理论嘛，这个东西也是难为导演了，你要求你其实很多一般人都不会有很多音乐理论的，包括就是很多作曲他可能自己也不是在理论上又很精通，所以说你说怎么交流呢？只能交流一些感觉，对吧？那就交流感觉，那怎么说呢？就是一大堆形容词，对吧？你知道形容词这个事儿，我随便说个形容词，那可能在我心里的这个印象和在你心里就不一样。是这个语言本身它就有一个这个转达的中的一种变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的例子，就是他给作曲加了一个古典乐的片段，或者给哪一个曲子，然后非常的就是我就想做成这个样子，然后作曲家他给他做出来了，对，然后但是又不一样，也成了一个经典，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知道，就是一个例子和你说的不太一样，但是也挺有趣的。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片子，就是库布里克的那个《2001太空漫游》。他当时找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作曲叫 Alex North。然后这个人可厉害了，他获了14次奥斯卡提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电影作曲家。然后当时库布里克把他聘过来以后呢，当时片子里边铺了大量的这个古典音乐，对吧？什么蓝色多瑙河呀，什么里盖蒂的那个大气啊，对吧？什么，还有什么好多古典音乐，对吧？还有贝多芬的这个第九交响曲。然后 Alex North 呢，就根据他这感觉给他做了一堆曲子，然后最后库布里克都觉得不对。最后片子放的时候就把他那些古典音乐全放进去了，这个 Alex North 的曲子就好像就一点都没用，然后最后还是把他的名字写上去了，作曲 Alex North， 然后里边没有他的曲子。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斯皮尔伯格的那个人工智能嘛，他那个片子对，他里面用了斯特劳斯的那个玫瑰骑士，里边一个片段，然后反正也是他特别喜欢。当时人工智能这个片子其实是库布里克的片子，库布里克就喜欢用古典音乐，然后呢他就觉得这段应该用玫瑰骑士，然后呢斯皮尔伯格把这个项目接过来以后呢，他就尊重了库布里克选择，也是用了这段。就是那个库布里克没拍完的那个，对，我知道是人工智能吗？好像是人工智能，好像是我也记不清了。对，但是你说如果要是导演铺了古典音乐，然后作曲换了另外一个音乐，这种事儿可能一般外人就不知道了。星球大战是不是？你说的对，星球大战的确有这样的事儿。这个更多是那个剪辑师，一个剪辑师叫 Paul Hirsch， 好像是星球大战剪辑，然后他铺了好多什么普罗科菲耶夫呀，什么那种晚期浪漫派的作品，然后铺进去以后呢，约翰威廉姆斯在作曲的时候就学了很多他的那种那个风格，甚至是抄了一些，可以说抄了一些他的这个动机。你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我忘了是哪一部了啊，就是那个 3PO， 走在那个沙漠上，然后 R2D2 吧，好像是突然遇到了一堆那个小矮人，然后就 R2D2 和 3PO 两个人一块走嘛，然后那个音乐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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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其实就是基本上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一个曲子，是普罗科菲耶夫还是反正还是那个谁，我具体记不清了，反正是那些俄国这个晚期浪漫派作曲家的一个作品。是根据他那个改，对，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你有类似的例子吗？我类似，我这儿可能也有一个，就是我在做《无问西东》的时候，
导演特别喜欢那个Amazing Grace， 然后我最后就用了 Amazing Grace 的这个一个动机，把它用到片子里去。然后呢，到了情节需要变的时候，一堆飞机飞过来了，哎，我这个音乐也就随着这个飞机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叙事性的音乐。那是一段例子。你电脑里有对比吗？我电脑里还不能说是对比吧，因为我最终就是这样的。好，那看最终。就是导演特别喜欢 Amazing Grace 的这个曲子，然后他就在电影里铺了这个曲子，然后呢，我也就沿用，因为这个曲子本身就是一个好几百年前的曲子嘛，它是属于公共领域，所以说可以用。这就变成了我自己的东西了，就和 Amazing Grace 就没关系了，因为就跟着情节走了嘛。然后又回到 Amazing Grace， 稍微有点变化。然后又是我自己那个动机，还是和前面一样的动机，只不过是放在了低音。然后这时候飞机来了，营造一些紧张感。然后这时候大家发现那个飞机其实是我方的，不是敌人的。然后马上就舒展开了，是来送吃的，不是来轰炸的。那这就已经完全撇开这个 Amazing Grace 了。但是你会发现它是整个一个无缝连接下来的。然后最后导演特别满意这个解决方案，再加上匈牙利的乐团的录音其实我很喜欢在片子里，就是很喜欢在片子里放古典音乐的这种做法。包括我在《拯救嫌疑人》里这么一个悬疑片、犯罪片，我都在里面植入了一个古典音乐。是吗？可能大家都不一定能注意得到。我看没人讨论这个事儿，我在里边藏了一首，我还在片尾字幕写上了这段出自圣桑的《动物狂欢节》，就是我用了他的这个曲子，然后呢，我给他改了一个配器。拯救嫌疑人讲的是一个就是张小斐演的那个角色，他孩子丢了。然后结果呢，最后发现是被人绑架了。然后呢，他就是绑匪呢要求他去给一个什么人一个死刑犯辩护。然后呢，不辩护的话，他女儿就要撕票什么，就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呢是他女儿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然后运动会时的一个跑步的一个情景。我就想，那跑步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这个圣桑写《动物狂欢节》的时候，里边有一首曲子，叫做《野驴》还是什么？因为是跑的，他意思就是说跑得特别快的动物嘛。然后就是这样的。圣桑的曲子只有钢琴，我就是给他加了好多其他的东西。这弦乐都是我自己加进去的。然后又加了个大结尾。
可以，好玩。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有趣。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是你假如说有一些电影的续集，假如说一个电影出了一个出了一个很火的一个电影，然后出的第2部、第3部、第4部、第5部，然后但是你都要用它这个片子的一个大主题，但是每一部好像又有一些不同。没错，是的。那是什么原理？就是主导动机嘛，主题嘛。就是《星球大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啊，每部一开始都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吧？只要大家一听就知道，哇，《星球大战》又要开始了。对，就相当于一个标题。对啊，这是一个标志了嘛，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了。这简直是太多了，什么007，对吧？当当当，这怎么来的嘞？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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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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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嘞滴哒哒哒，是吧？还有那个Mission Impossible，噔噔噔噔噔噔，对，就听到音乐就能有画面了那种。对，就是一个标志嘛，一个符号了。教父，对吧？也是这样的。对，但比较好像不太一样的是那个哈利波特。哈利波特他也是有贯穿的，他前4部的这个统一性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他作曲都是同一个人嘛，都是 John Williams 嘛。后面就是因为作曲换人了，作曲换人了以后呢，他因为 John Williams 他存在感太强了，所以说后面呢，即便是换了人，他也不得不使用一些这个他的主题。你比如说这个主题，就这个。这个主题是在所有整个哈利波特里面都会贯穿的一个主题，即便是换了作曲家，他也不敢说我就把这个主题扔了不用了，他也会用一下，他可能会加入他自己的一些风格进去。你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那 Patrick Doyle，他好像不太喜欢这种非常规的音，他可能就变成了。就是变成这个全都是调内的音，但是它大概也是这样。照理说，它的统一性应该更强一些。如果要是单纯从这个艺术角度考虑的话，如果要是能够整个的1到7都是同一个作曲家来做的话，那会效果会更好一些。假如说你自己做，那你自己作为作曲，有会听自我的经验之外的，或者说自己的个人的兴趣之外的音乐类型吗？还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兴趣去做选择呢？你觉得就是你平常听音乐会也好，或听不同类型的音乐也好，会给你自己的创作有一个反哺或者启发吗？当然会了，我是尽可能的去听各种各样的风格的东西。因为很多不同的这个电影它需要的风格也不一样，而且呢，你如果要是想在一个现有的这种电影语境下做出不一样的东西的话，你肯定也会需要从不同的风格中汲取他们的东西嘛，汲取营养嘛。当然了，这个肯定也有个人偏好在里面。就是说，你要是实在不喜欢的东西，你也听不下去嘛，对吧？你也更别说去学它了。是啊，有一些做音乐的朋友，或者说去音乐学院的，有一些做那种纯音乐的朋友，他们会就是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说，这个音乐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纯粹的艺术，应该脱离影像。然后常常拿我们电影作为反面例子。你怎么看这个说法？我觉得可能他这么认为有他的理由吧。这个我觉得现在是讲究价值多元嘛，怎么想都没问题。这话说都没错，但是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嘛。这个甚至是我更偏向于就是能把多种感官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是往后的这个一个潮流方向。而不是说更单一化。是啊，是啊，对，你这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游戏是一个可能比电影更好的例子，就是它不但调动了你的视觉、听觉，还调动了你的这个身体上的这种动感，对吧？以及是这种 VR 游戏，它还调动了你的这种空间感，对吧？我觉得都很好呀。这不会音乐作为一个独立艺术，不会从里面它的比重或者它存在感会有削弱吗？
我觉得独立纯音乐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我觉得不一样嘛，不一样。这个就是说纯音乐是纯音乐，我们在欣赏纯音乐的时候可以欣赏到纯音乐的它的美感，我们在去欣赏这种多媒体艺术的时候，它有它的存在价值，你不能因为一个有价值就否定另外的价值嘛。对，好，那各种的声音设备是必要的吗？假如说我看到你的那个studio 里面有各种的，对，就给大家说一声，就是他那个线啊，就人家的那个 Mac Pro 才是真的是用到头了，就是后面插了感觉就数不清的线，一坨一坨，对，像科幻片一样。我拍了一些照片，到时候我会放到文稿里面。对，主要是因为没有太整理，比较乱，所以显得比较多。稍微整理一点就会显得好一些。当然了，因为这个我的轨道比较多嘛，所以说一轨它就是一条线嘛。所以说这就线当然就会多一些了。所以你是里面加了很多的声卡。我的声卡是3个 PCI 的那个 RME 的声卡，然后因为这个 RME 的产品都非常耐用，我这几个声卡都用了10几年了，然后因为我一开始是只有一个声卡，后来觉得轨道不够用了，又加了一个，然后就轨道又不够用了，又加了一个，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声卡呢，好处就是兼容性特别好，然后稳定性特别好，我3个声卡绑在一块用，居然也不会出现任何稳定问题，所以也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有什么规划，就是不够的加这样。那这些设备都这么全了，我看你有的时候在做音乐的时候也会用你的这 keyboard， 然后去模拟鼓啊，对，模拟钢琴啊，对，然后模拟弦乐啊，像小提琴或者一大堆小提琴，对，然后甚至不同品牌的钢琴啊，然后什么好那个 Steinway 是吧？然后还有各种的，对，然后都可以模拟。那好像你就是一个人从这个作为作曲家，你就在这个 studio 里面，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管弦乐队来。对，然后那这些就这个是可以替代录音的吗？就是我们还有这个了以后，还需要去实际的录音吗？那这时候实际录音的必要性在哪儿呢？还得多花一部分钱。我觉着可能这是一个科技的问题了。我觉得最终可能是没准可能是技术足够进步了，可能就能到达那个它表现力足够强，就不需要乐队的程度。你比如说现在那个沙丘，它就完全没有乐队啊，整个沙丘就是吗？对，它没有乐队，它就是，但是呢，它也不是说就是用电脑来模拟乐队，它就是完全摒弃了乐队这个声音，它是用了另外一些东西，你比如说用一些这个自己改装的贝斯呀，用一些电子音色呀，它并不是为了去替代乐队，而是为了追求不一样的声音。那今天的乐队的价值呢，还是在于它的这个，首先我们对这个乐队的声音比较熟悉，然后呢，如果要是我用乐队的来表现一个东西的话，那我为什么不用一个真乐队，而用一个假乐队呢？这个假乐队肯定是它再像，它也不可能超越真乐队嘛。这是我对技术的理解，就是新技术它并不是用来替代老技术的，而是用来探索不一样的领域的。那你假如说我一个小提琴，或一个大提琴拉起来，电子的和真的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更直观，鼓的话，那你敲一下不就咚咚咚吗？那是鼓。现在其实在成本不太高的电影里是首先被放弃录音的。真的吗？对，因为就是说，除非是特别大预算的电影，很少有录打击乐的了。那这里面两边到底有什么区别？讲区别其实不是很大。说实在的，在打击乐方面，但是呢也是有区别的。你如果要是追求到一定程度的话，你这个鼓你每敲一下，它这个都不一样嘛。它并不是说你敲这一下，每次敲都是同样的声音。你敲100下是100个声音，而不是一个声音。但是你要是用电脑的话，它是采样的，那你顶多就采10个、20个，对吧？也就到头了。那你敲来敲去，那就是这20个声音，对吧？你就没有更多的变化。那弦乐呢？弦乐呢变化就更多了，对吧？你每次拉的不一样，拉的长度，这个颤音的深度，对吧？你这个表情变化太多了。现在呢有一个技术叫做建模技术，建模技术呢可能比这个采样技术它灵活度更高一些。其实说到头呢，就是音乐的表现力就体现在它的这个各种参数的灵活度上嘛。
你是能不能实时的去控制它的颤音，控制它的音色变化，控制它的响度。你这些参数如果要是能实时的去控制的话，那你的表现力就有了。就是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的技术吧，还很难同时的去控制这些参数。哎，那你说未来 AI 有没有可能模拟出这种变化？你相当有可能呀，是吧？因为这个听起来好像还是就是我们好像采样只有20种，我们让 AI 算一下，把20种变成200种。对呀，可以啊，完全没问题。我觉得这肯定是可以的，就是有没有人做的问题。就是只要有人做，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乐手得恨死他们了，乐团恨死那不会，我觉得那肯定不会，因为即便是现在来讲，大部分的乐手也不是在给电影电视录音啊，他们还是在去搞一些什么音乐会啊，是啊，搞这个什么这些现场演奏啊，对吧？这些事儿，只有小部分的这个乐手是在以给电影、游戏、电视录音作为他们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搞音乐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一种艺术活动。你去能去听比如说几个演奏家在你面前去演奏啊，那和你去在家听录音，对吧？那你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是有5个人来演奏，你愿意花个多少钱去买票？但如果要是我告诉你啊，你花50块钱买票，我让你来听个录音，你可能就不去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一个东西的艺术价值和它实现起来的难度也是有关系的。一个东西要是太容易实现了，它肯定不是好东西。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对对对，而且它也是一种，你说的非常对，就是音乐它也是一种交流。我演奏一个什么东西，你演奏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在一块儿合奏，对吧？这其实是一种 communication。是啊，有意思。那你觉得设备就是作为作曲来说，设备的这个好坏是很有必要的吗？就是差别会那么大吗？也许吧。是吗？什么叫也许？这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关键。就是说你在用不是很好的设备，可能也能做出这个很好的东西来。那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弄那么多东西？那可能就是更容易一些吧。更容易一些。对啊，你设备越好了，你能听，就像那个钢琴家为什么要弹好钢琴？你让郎朗在街头的钢琴，他一样能弹出特别好的曲子来，但是并不代表郎朗就在家里弄一破钢琴，对吧？那肯定是在好钢琴上弹出来的效果更好嘛。明白了，就是有个基本的一个值，然后但是再往上提，可能就得从设备上再下手，在同样的其他变量不动。你说它有多大的必要性吗？你说我这些设备有多大必要性吗？可能也没有。但是能提升这个体验，我为什么不提升呢？懂了，就像有一个好的 camera， 有一个好的照相机，是没错，对吧？你用起来更容易，更容易拍出好的作品，或者遇到的困难更少。对，是这个意思哈。你比如说你搞摄影搞了这么长时间，我给你一个，就给你一个照相机，就给你一个镜头，对吧？然后呢，有一个不会摄影的人，我给他100个镜头，对吧？他可能拍东西还是不如你的，对吧？是啊，那你说是人更重要还是设备是更重要？那肯定是人更重要。对，但是你想不想要100个镜头？想，对吧？懂了，明白。好，那作为那个你参加过很多的这个，据我所知，很多的大制作的电影，也参加过很多像给我做的超小预算的或者小预算的独立电影。那你觉得大预算和小预算这种电影的工作流程或者是工作中的感受或最后的成品，你觉得这种自由度上面有区别吗？或者说你个人更喜欢是 big budget， 或者说还是那种比较 indie 的这种项目？为什么？我觉得自由度可以各有各的好处吧。就是说大预算的片子有它大预算带来的自由度。你比如说我想录个，比如说预算大了，我想录个乐队就可以录个乐队，我想录个哪个 solo 我就可以录个 solo，我想录个什么乐手，我就可以给他打电话，我说我这有个片子你来一趟吧，我就不用担心说的是我还付不起他的钱，对吧？这是自由度体现在这儿。但是呢它不自由就在于越大的项目它这个参与的人就越多，导演就会很紧张，对吧？这是他的一个作品，然后他可能就会犹豫不前，然后导演一旦犹豫不前，他不知道怎么好，他可能就会跟你这个
很多这种指令，然后让你摸不着头脑，因为你也很好理解嘛，因为他也很紧张，要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去抒发他这种紧张，然后除了导演以外，还有制片人。对吧？也会参与，然后这个平台的这个负责人，然后各种领导，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审查的这个部门也会来参与一下。反正这个给意见的人越多就越乱嘛。这是大项目的问题。是啊。小项目呢就比较单纯，那个往往都是个人作品，是吧？咱们俩交流，你只要觉得行就 OK 了，对吧？是啊。那他自由度就体现在这儿。那就。相反就不自由的地方就是，你看我不可能是说我给你想录什么就录什么，对吧？我们就有个选择性，要实现某一个效果，我先考虑一下它预算是多少，对吧？对，你都是用手上这个现有的条件，来创造东西。你所谓的大项目嘛，你也不可能大到就是说。当然，咱们也没有做到像好莱坞这么大的几百万美元的这个预算啊，真的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便是大项目，它也是有一个预算的这个上限的。也不是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之就是说，你怎么样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来做到这个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了解。那你觉得，如果说有人要成为一个电影作曲家的话，需要怎样的素养的那个积累？什么是一个好的电影作曲家？在你的心目之中，学校教育在其中是必要的吗？然后或者说，我知道你在国内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也是有相关的作曲的教育的背景，然后在美国这边也有。那你觉得这个区别在哪里呢？然后它还有这种不同的地方的教育的这种。对于电影的作曲的教育的区别，环境、土壤，然后它对这个电影产业所产出的结果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对于好的作曲家的这个标准，它是有很多，也是很多元的。这个好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威廉姆斯的好，这个好和迪斯普拉的他的好和汉斯季默的好，他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你不耽误他们都是特别好的作曲家。所以说我觉得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吧，就是各有各的好。大概就是关于好就是这样。然后关于这个教育吧，我觉着起码从我的个人经历，我是在国内上的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然后又在美国上的这个南加大，然后我觉得这个教育经历都是很宝贵的。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到了很多这个电影方面的知识，我们会上视听语言啊，会上这个电影声音啊，会上剧作呀，这让我因为在上电影学院之前，我对电影没有这么充分的了解嘛，上了这些课以后呢，让我对电影有更多的认识嘛。然后到了这个南加大呢，他的给我的这个教的东西更多的就是实践，他的和实践的结合特别强，就每个星期都会去录音，包括现在每天面对的这些项目需要做的这些事情，很多都是从这个南加大学到的。我觉得这是两段教育经历给我带来的这个价值。至于它是不是必要的，我觉得可能也未必，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也没上过什么学，但是他也很成功。所以说我觉得起码没有什么坏处吧。了解。那这个对比前几年的这个电影，就是疫情前和疫情后吧，你觉着作为电影作曲的就业前景有没有什么变化呢？然后这2年我们都知道，特别是今年 AI 的这种发展已经是那种让很多行业都瑟瑟发抖。那么你觉得对你可能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吗？包括说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还给我什么软件叫 Sora 还是什么东西 Sono 是吧？然后就给他输入一个文字的描述，它能出音乐，但是也很局限了，它根本就没法不是编曲层面上的。但是你觉得这个已经开始有这个我们叫第一步踏上去了，对吧？然后再结合上这个 AI 带来的这种各种的好莱坞的这编剧罢工啊，各种事件，你们作曲家有参与吗？好像没有吧？是吗？没听说有，没有。作曲本来也没有工会。作曲没有工会，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就是好莱坞的一个历史原因，它好像牵扯到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官司，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也说不太清楚。疫情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疫情的时候的项目少了。
对啊，然后但是疫情过去以后，项目又回来了，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影响也就是项目的数量问题。那实质的影响吧，可能作为做后期的，没有像他们在跑现场的体会这么深刻。至于科技的影响吧，现在好像还看不太清楚。你提到的 Sono 嘛，它的确也是，就目前来看啊，它的这个功能还是挺有限的。而且它也没，我觉得目前无论是人工智能方面，无论是美术还是音乐，还是其他的方面，它就是还是一个灵活度问题。就是说你没法精确的控制它到底能出来一个啥东西。起码目前人工智能对我来说还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我都已经开始用它做好多东西了。例如，比如说，我可以用它来做这个歌曲的 demo 呀。以前的这个我这个做歌就纯凭想象，对吧？现在呢就能做出，得让人工智能可以唱出来了。啥软件？有好多啊，什么微软也有，什么这个还有，反正好多家都在出这种歌手软件。你有小样吗？就是歌手唱的，有没有那种你后来录音也录真人了这种对比，同一首歌的？有个电视剧叫《孤舟》，对，导演特别喜欢一首民国时代的歌曲，叫我如何不想他。然后呢，这首曲子特别有名。作曲叫赵元任。赵元任，对，然后这个作词叫刘半农，这个人还挺有名的，对吧？是。所以这是3个变形是吗？是先是这个原曲，然后再是 AI 小样，然后再是我们的最终作。是的，这个原曲呢是一个比较有时代感的，而且录音呢是一个那个年代的1920几年的录音嘛。所以说呢，就你会听到那种刷刷的那种声音。我们听一听。天上飘着雪，很有民国感的一个歌。地上吹着些微风，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对，大概就是这样的。导演希望这个歌以一个现代版的一个现代人的这个唱法，因为让现代人更为接受的一个唱法，然后在片子里出现。现代人不会这么唱歌了嘛？对，所以你就先用 AI 让他唱了一下。是的。所以下面是 AI 版。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对，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给歌手当一个导唱。这样的话，歌手呢听到这个版本以后呢，他就更知道这个歌该怎么唱了嘛。天哪，这也太像了吧！所以是能选，我讲男歌手、女歌手音的那高低都能选吗？可以选呀。然后这是女版的人工智能。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其实我没怎么调，你能听出来还是有些机械的嘛，对吧？还是有一些电脑的感觉的。对，这还可以调。这个基本上没怎么调，我觉得它厉害的就在于它现在基本上不怎么调，直出就是这样的。是啊，对啊。所以你是给它歌词，然后给它曲吗？给它歌词，给它旋律，然后呢，它是
它是那个，那他怎么唱？这是一个中国的软件，是一个叫 Time Domain 的一个公司出的一个叫 ACE 歌 Studio 的一个软件，然后它就是用云计算，你把这个旋律你和这个歌词输给他，然后呢让他一渲染，他就把这个信息传到他的服务器上，他算完了再给传回来，大概这个可能也就花个几秒钟嘛。所以他是自己找的调唱的。对。哦，还是用的机器学习，然后它可能是有一个训练模型，它就知道这怎么唱就比较符合人的审美。我假如我给他说你要用金属死亡金属的方式唱，他有很多歌手，他有不同的歌手，不同的歌手他是用不同的模型来算的。了解，所以说他风格也就不一样。所以你最后录出来是？对，最后录出来呢是片子里边的演员唱的，男生版呢就是主演曾舜晞唱的。天上飘着雪，你真人唱其实还是自然的多，对吧？地上吹着些微风微风吹。然后女生版呢也是片子里的演员。天上飘着些微雨，地上还是不一样的，对吧？吹着些人的处理还是更细腻一些。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像他。人他会干的一件事，他叫理解歌词，就是说他知道歌词在唱什么，然后呢，他就会用这种大家比较能够体会到的这种普遍的情感，来把这个歌演绎出来，然后呢，他这种情感也可以传递给观众，这个是目前人工智能还暂时没法做到的，但是以后能不能做到，咱也不知道。可怕、起码目前来看，人工智能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好处，而不是坏处吧。了解。那你是 base 在洛杉矶这边待的时间比较长，对，然后主要在中国和美国两地工作嘛，对。那你觉得两边的市场对于电影作曲的要求会有显著的区别吗？那这个电影行业在作曲这个领域来说的话，有没有发展阶段的不同？好像在技术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两边的这个技术标准现在也是越来越接近了嘛。在艺术上的这个偏好上可能是会有一些区别。你比如说，好像中国的这个电影人吧，可能对音乐上可能就比较，就是东方人可能也就这些年可能更喜欢那种抒情性的旋律性的东西多一些，这是我的观察。那不一直我们都喜欢抒情？对，可能一直也是这样。然后呢，西方嘛，现在好像不太喜欢旋律了。西方现在就是好像你有点旋律，他就说啊，我们不要这个，好像就好像有点把他的注意力给吸走了。cheesy 是吗？就是对，当然这也不是个，这也只是一个比较泛的这个描述啊，他也有很喜欢旋律的这个西方导演，这个东西他可能是在西方内部的差异性要大于他这两国的差异性，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实质的差异。但你如果要把握更多大陆的机会和工作的话，那不是应该在大陆生活会比较拿到更多机会吗？那你选在这儿的话，是不是会拿到工作的机会会受影响？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住在洛杉矶呢？这个东西其实没有特别一个有意识的去选择的这个一个问题。是啊，就是因为当时在这儿上学嘛，在这儿上学，然后又在这儿拿到了实习的机会，然后后来又找到了工作，然后慢慢也就待在这儿了，然后就一直待下来了，也没有说是就是因为要一定要住在美国或者一定要住在中国才有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并没有，就是因为当时就正好有工作，那我就干呗，然后有工作了以后，然后又有其他工作了，然后就继续弄，然后有时候会到北京去工作，那就去呗，反正去也很方便，一趟机票一个直飞就去了，然后也没有说是好像有特别多的必要
要非得住在北京怎么样？那我反正我个人觉得说，在洛杉矶住着就是一个其实比较清教徒的，比较专注的，就是因为大农村嘛，就是你去哪儿也不方便，是，然后去哪儿都隔着老远，你不如在家待着，那是不是对你艺术创作会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我觉得好像也是，也的确是，就是尤其是在做国内项目的时候呢，和国内这么有一个时差，所以说呢，我整个一上午都没人找我，这样我就可以这个专下心来去完成我的这些创作的东西。这样再加上我现在逐渐的切换成一个 morning person 了，就是我的创造力主要集中在早上。我不像很多人可能要熬夜创作，对我是吧？我只要一熬夜，我就什么也做不出来，什么主意都没有。是我必须得睡足了，才有想法。可以，你这样的艺术家比较容易活得久。可以，那你自己作为在美国工作的亚裔的作曲家，在工作和生活环境之中呢，有因为自己少数族裔的身份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感到任何的比较积极的一面或者比较消极的一面的影响吗？我好像没有感觉到任何积极和消极，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起码就我接触到的这种美国的剧组，我感觉他们对待我和对待其他人就没有区别。不会有那种说我可能我做一个跟亚裔有关的题材，我才会去找你啊。就这种我做的美国项目和中国和亚洲都不太沾边甚至是我最近做的一个片子里边带了一点中国味儿，那个制片人还说，哎，你这个有点中国味儿，你赶紧把这个味儿去掉。什么东西？什么片子呢？是一个惊悚片，然后呢，它是有一段是他们在泰国划船，我可能就觉得可能加点亚洲味儿吧，然后我就不小心带了点中国味儿进去。什么叫中国味儿？你用了啥？就是旋律上有点中国，其实没有用中国乐器。可能旋律上稍微有点中国吧。你说它是泰国，可能也行。但是呢，这个制片人就说我们不要任何亚洲味儿，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作品。那我就想，那行，我就专门加一些西方的这个旋律，把这个亚洲味抹掉。所以他们也肯定也不是看中我是亚洲人才找我做这个片子的。是，对，了解。那你自己会会看自己参与制作的作曲的电影啊、电视剧，或者玩自己制作的这个参与作曲的游戏吗？也不一定，因为大部分的片子都会有首映式嘛，首映式的时候就会去看嘛，然后电视剧一般也就不一定看了，因为它太长了。首先是一个比较长，而且是我看的也足够多了。对，也没必要，因为放上去也没什么区别嘛，也没必要再看一遍了。调了个色，对，有时候做到后期它是调好的，会把调好的版本发给我。然后游戏呢，也没准，我做游戏也不太多嘛。你比如王者荣耀，我就没玩过。我可能不太 get 那种类型嘛。那个过去的人都会站在他们所属的时代去用音乐去想象一个未来。我举个例子，《银翼杀手》也好，或者《星球大战》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你觉着属于未来的声音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呢？这个肯定是每个人对未来的想象都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在某一个时代的未来之声往往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你比如说《银翼杀手》，他用的是那个当时的雅马哈的一个叫什么80来着，什么80合成器，然后那种声音现在就代表80年代，并不代表未来。是啊，对，所以就是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就是当时可能是觉得是未来的声音，其实后来就变成怀旧了。因为《银翼杀手》特别成功，然后当时就出现了一大批的这种所有的这种科幻作品都去模仿它。
你就有点像今天的沙丘，可能特别成功。那我估计很快就会有一大批这个电影去模仿沙丘，然后没准沙丘就会变成这个我们21世纪20年代的一个一个代表的声音。明白。所以所有人其实站在现在这个节点去想象的未来，对，也都是我们现在也跳不出那个时代，也跳不出这个时代。或者是说它其实在那个时代是很独特的，你不能说它是很超前的，但是你可以说它是。